欢迎回到牧师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中港关系系列呢，今天已经进入第3集了，这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又是一个大长篇啊。首先这里呢，我们要先把一个谣言给大家给拆掉啊。这个谣言啊流传的很广，尤其是在大陆的视频网站上有很多解说，而且呢，在香港的自媒体里，还有一些老司机科普香港史的频道里啊，也反复被讲过。他的说法是这样啊，他是说英国人1984年签了中英联合声明以后呢，就开始摆烂了。反正香港呢都要交回去了，他们呢就懒得管了。所以大家看啊，那这10几年里香港治安有多差，张子强敢绑架李嘉诚的儿子，叶继欢呢敢拿着 AK 在闹市里呢抢金行，纪炳雄啊敢闯进银行劫钱然后跑回大陆，这就叫做大摆烂。英国人最后那10几年啊，就是要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中国。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挺不错的，它符合一种道德的直觉，就是你要走了你就懒得管了嘛，你就要把烂摊子给甩出来。它也符合另一种叙事需要，就是你看英国人啊不是好东西，所以1997年的回归是在替香港人收拾英国人留下的乱局。老查呢先把数据放出来给大家看看啊，香港的整体罪案率，也就是每10万人当中报告的罪案数量，从1980年代到1997年代整体的趋势呢是下降的，而不是上升的。1990年的中后期，香港的总罪案数啊大约维持在每年7万到9万件左右，这个水平呢比1978年代初高峰还要低。而最让大陆观众啊震惊的可能是这一条，就是到了1997年的时候，香港的凶杀案的立案数啊是81宗。同一年呢，整个香港的人口呢超过650万。这什么概念呢？这是一座城市每10万人一年里发生的杀人案的数量，它比同期纽约要低得多，也远低于当时的许多东欧啊和俄罗斯的城市。那为什么大家在印象里那个年代治安那么差？那是因为呢有港片。1990年到1997年这7年啊，是香港警匪片产量最高期，什么古惑仔、重案组、飞虎雄心、一个字头的诞生，什么暗花啊，都是老查呢小时候看过的。这一年几十部的往外推。张子强啊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人拍成了电影了。叶继欢呢被擒之前，他的故事啊就在电视新闻里和报纸那个副刊里面呢被反复的讲。这是一座城市的电影工业把自己的治安上的个案呢加工成了一种文化产品。而文化产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不需要有代表性，它只需要好看。一桩持枪劫案，在一个一年发生几十宗持枪案的城市里，这肯定是个大新闻啊。但同样一桩劫案被电影改编了3次，被电视剧改编了2次，被小报副刊连载了1年，它在你的脑子里的密度啊就被乘以5倍、10倍、50倍了。所以如果我们在脑子里有那个治安极差的英日末期的香港的印象呢，它不是一个事实，它是一个被电影工业放大了的、被怀旧的、美化了的、被97年后的政治叙事再加工过的一个集体记忆的赝品。那真实情况是什么呢？真实情况是1990年代的香港是这座城市建成以来治安最好的几年之一。廉政公署成立了20多年了，警队呢基本干净了，人均 GDP 也超过了3万美元，差不多是当时大陆的50倍。你走在路上包呢不会被抢，夜里12点啊，单身的女性啊还可以坐地铁回家。这是一个被良好管理的繁荣的稳定的殖民地城市。那为什么会有张子强、叶继欢、纪炳雄呢？来，我们这里啊要先给大家猜一下这3个人的真实故事。第一位，张子强，香港警方代号大富豪，1996年绑架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赎金啊 10.38 亿港币。1997年绑架郭炳湘，赎金6亿。1998年12月在广州被以走私军火、绑架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叶继欢，湖南来港的非法移民，1990年代多次持 AK-47 啊抢劫金行和银行。1996年5月在中环呢被擒，子弹击穿了脊椎，从此瘫痪，后被判刑41年。纪炳雄，广东山水人，绰号老鼠，1990年代末到2003年多次抢劫，2003年呢被擒，被判刑24年。这3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啊？大家仔细看一看啊。第一呢，他们的犯罪资金绝大部分流向了大陆。张子强从李家拿到了10亿港币，其大量资金啊通过深圳、广州等地呢转移、洗白和投资，换成了现金、地产、走私武器。他被捕的时候呢，他的现金账目啊是在广州。叶继欢、纪炳雄抢的钱也都是通过香港到深圳的通道呢转回了内地。第二呢，他们躲藏的地点啊都在大陆。张子强本人是在1998年在广州落网的，他的老巢啊在汕尾汕头。叶继欢呢，虽然1996年在中环被擒，但他多次的作案后的逃跑路径啊，也都是经罗湖回大陆。纪炳雄的同伙网络
其深度呢延伸到了福建和广东。第三啊，他们的最终归宿啊都是被大陆的司法处理的。张子强呢是被广州中级法院判的死刑，也不是在香港。可能按很多香港市民当时的直觉啊，这类案件似乎更应该由香港来处理。但由于呢它涉及了大陆境内的军火与跨境犯罪网络，大陆方面呢最终选择自行审理。这3个案例的共同点叠加在一起啊，告诉我们的不是英治末期香港治安乱，告诉我们的是过渡期的中港边境啊，它是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那什么叫做过渡期的灰色地带呢？就是1984年联合声明签字开始到2003年自由行开通之前的这20年，香港和大陆之间有边检、有海关、有罗湖关口，但是这边边境的两边呢，制度差异极大，治安体系呢又互不相通，司法又不引渡，信息呢还不共享。这对于一个职业犯罪分子来说，意味着我们可以在香港作案，回大陆藏身；我们可以在大陆筹划，然后到香港去下手；我们可以把香港的钱通过深圳的小型走私通道洗成大陆的现金；我们可以在2套警务系统之间钻一道看不见的缝。这一道缝啊，从1984年开始就一直存在了。它不是英国人摆烂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一国两制过渡期2套系统在物理上还没合拢，但在心理上已经被宣告了统一的结构性副产品。这条缝1997年7月1日没有合上，这条缝呢2003年自由行开通，反而某种意义上呢更模糊了。这条缝反而是一直到2018年高铁通车，2020年国安法出台，2024年23条立法成功之后，才真正的一层一层被填上。这里呀，我们要相信老共的治理能力。所以请大家记住一句话，英治末期香港治安差，它是个不实际的传说。真正的事实是，那个年代的香港治安呢比之前还要好，但中港边境的灰色地带给一小批跨境犯罪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而这个灰色地带的真正消除呢，它不是发生在1997年7月1日，反而是发生在2020年之后。老查在这里啊，之所以花这么点时间讲这一段，不是为了科普香港犯罪史，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件事。大家以为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是一个清晰的断裂式的明确的转折点，但其实呢并不是，那只是个仪式日。真正的过渡，一套系统怎么逐渐替代另一套系统呢？花了不止1天，甚至不止1年，是27年。而且在27年里还不是平滑的过渡，是一次又一次的摩擦、报警、推进、再摩擦、再推进的。这就是这一集要讲的，这27年里6次系统报警，每一次报警背后呢都是一群香港人对50年不变的某种期待的破灭。每一次报警都是让北京学到了一些东西，而每一次北京学到东西之后，他在香港这块土地上画那条红线啊，就向前推了一格。这一集我们就是要把这一格格啊全部把它走完。首先呢，老查要先把一段很多人忽略的历史背景啊给铺出来。从1997年7月1日到2003年6月底，这5年香港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呢？老实讲很难啊。1997年10月，亚洲呢金融风暴了，索罗斯阻击港币，香港金管局啊动用了1180亿港币入市，把恒生指数呢从急跌中给拖住了。但是楼市呢却撑不住了。1997年楼价高峰之后，到了2003年6月，香港平均楼价跌了大约 65% 啊。请大家想想这个数字啊，大陆的朋友呢可能这些年呢有一些感受啊， 65% 啊，这是什么概念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一对在1997年用6成首付买房的香港中产夫妻，到了2003年的时候，他们的负资产规模啊超过了他们当年的全部首付啊。整个香港有差不多数十万户的家庭处于完全负资产的状态。然后呢，1998年又闹鸡瘟了，香港呢屠宰了150万只活鸡。2002年，董建华推出了8万5建屋计划，被市场批评是楼价崩溃的助推剂。2003年呢，SARS，香港累计感染了1755人，死亡了299人，其中呢还包括8名医护人员。谢婉文医生33岁，自愿进入了 SARS 病房，结果呢4月救治病人时感染，5月13日去世。那一年香港啊，整个城市呢就像被笼罩在一只玻璃罩里面，地铁里呢没人说话了，商场也空着，学校呢还停课，整个城市对未来呢是恐惧的。就是在这个时候，2003年的春天，全城还戴着口罩，还在为亲人办丧事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决定了要做一件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来了。第23条是什么？基本法第23条原文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个说法呢，对大陆生活过的朋友非常熟悉了。但这一条其实呢，是1990年基本法通过的时候，专门留给香港特区政府自行立法的一道安全条款。它的真正来历是什么呢？当年基本法在1985年开始起草的时候，1990年4月通过，中间夹着一个1989年。1989年之后呢，北京对香港的安全焦虑达到了一个高峰，他们担心香港会成为另一个反共基地，一个颠覆中央政府的桥头堡。但当时呢，是邓小平、江泽民那一代领导，他还要顾及50年不变的承诺，他们呢还不能直接立这条法律，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安排。基本法里其实已经写了这么一条，但是把立法的动作呢留给了将来的特区政府，他自行来做。这是一个种子，1990年种下的，等了13年。2003年，董建华政府终于决定把这个种子挖出来，种成树。那为什么是2003年呢？其实有两层动机表层动机呢是北京方面认为回归呢已经6年了，特区政府自行立法的承诺呢也该兑现了。而深层动机是当时的董建华政府因为亚洲金融风暴、负资产、SARS、施政失利、威信呢严重下降了。在北京看来，你越是软，你就要越靠中央23条立法呢是一次忠诚的展示。但当时的董建华团队和北京呢都低估了一件事，香港人在2003年那个时候已经积累了5年的怨气，负资产、失业、SARS等等这些事每一件单独看呢，我们理性说它确实都不能怪到中央的头上，但加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种弥漫性的我对这个政府不满的情绪。你这时候出来再丢出来一条法律，告诉一群人，你不能胡乱批评中央政府你不能跟外国组织有联系你的言论要受限。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2003年7月1日，回归6周年纪念日，50万人，香港的官方数字它上街了。其他独立机构估算的人数最高达到75万。香港当时的总人口是680万，50万人上街意味着接近1/8的香港居民那一天走出了家门。他不是为了庆祝回归，他是为了反对23条。这场游行的标志性场面是从铜锣湾出发，挤到中环，挤了整整6个小时人潮的密度大到从航拍看上去，整条轩尼诗道是黑压压的一片，看不到地面的。打在人身上的每一粒雨水都顺着前一个人的肩膀流下来。有意思的是，还记得上一集我们说过，6年前的1997年的今天也是一场雨。游行队伍里有一种很特殊的成分，不是传统的抗议者那种典型的青年学生主体，它是中产阶级，有律师、学生、教师、银行职员和地产经纪，是那些1989年也走过同一条街，但1997年之后选择埋头赚钱的那一代的香港人。这一次他们重新又走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感觉到一件事这条法律一旦立了，我赚钱的自由可能就会变成了一种我不敢说什么的自由。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往往呢是沉睡的，他们不愿意上街，但是一旦他们上了街，就意味着他们的生活预期被动摇了。这就是1997年之后香港中产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上街。那结果是什么呢？2003年7月6日，田北俊辞职。田北俊是当时的自由党主席也是行政会议成员。他公开宣布自由党不支持23条立法。这件事的政治意义是董建华政府失去了立法会的安全多数。2003年9月5日，23条立法草案被无限期搁置。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以健康原因辞去了特首职务，这是香港史上第一位自动下台的特首。那么北京从2003年学到了什么呢？我们这里要分2层来看表层的结论是香港人的上街能力被严重低估了，深层结论是也是最关键的北京也学到了自行立法这条路走不通。这就意味着以后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如果再让特区政府自行立法，就会撞上香港人的街头反应。那怎么办？得换一条路，要么不立，要么呢绕开特区政府，由北京直接立。请大家记住这个推论2003年7月1日那场游行看上去是香港赢了，但是从结构上来看，它给北京埋下了一颗17年后才爆开的种子。这颗种子的名字叫做2020年6月30日，不过呢这都是后话了。这里我们的结论是2003年是第一次系统的报警，香港人发现50年不变呢是有底线的，北京也发现了香港特区政府这条路并不像他们以为的那么顺手。但是在2003年那个夏天，北京没有动用最强的工具，因为那个时候呢，香港的 GDP 还占大陆将近 16%，
香港的金融、外汇、上市渠道呢，对大陆的经济仍然不可或缺，代价太高了，所以暂时退一步，红线呢没有真正往前推，所以第一格还在原位上。时间来到2003年到2014年这11年，是香港和北京之间的温和期，但这个温和不是无事发生啊。这11年里发生过2件事，一件呢是承诺，一件呢是试探。承诺这件事发生在2007年1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一个决定，2017年香港可以普选行政长官，2020年香港可以普选立法会全部议员。这是回归以来北京关于双普选给香港人的一个最明确的官方时间表。注意是时间表，这可不是承诺一定能成啊。但是对当时的香港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了。如果一切顺利，2017年我们就能选自己的特首了，2020年我们就能选完整立法会，这是一种被允许的等待。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北京的老共愿意给这个承诺呢？因为2008年北京要办奥运会，因为那一年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因为那一年汶川大地震，香港的捐款超过了200亿港币，是单一城市捐款最多的来源。因为那一年北京和香港之间是一种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互相帮助的氛围。在那个氛围里，给一份未来的承诺并不算贵吧？更何况这份承诺到期还要10年呢，10年之后的事谁说得准呢？但是在温和期里也有一些细微的未被普通市民立刻察觉到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叫做人大释法。什么叫人大释法？基本法里第158条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就意味着任何关于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不在香港终审法院手里，而是在北京的人大手里。但这一条呢，在1997年到2007年之间被使用的很少很少，基本上只有在重大的政治分歧的情况下才会启动。但从2010年代开始，人大释法开始逐渐常态化了。2011年刚果案释法，每一次释法都是一种对边界的划定，告诉香港的法院系统，你的解释空间到这里为止。这不是违法，这是法律明确赋予北京的权利。但是在心理上，每一次释法呢，都让香港人感到了一件事，我们的法庭并不是这套系统的最终裁决者，而最终裁决者在哪里呢？在北京。第二个动作是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2010年，特区政府推出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计划在中小学增加一门必修课，内容涉及国情教育、爱国教育、对国家的认同。这件事本来在很多国家呢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什么美国、英国、日本都有类似的公民教育课程。但是在香港2012年这个时间点上，它又撞上了一道墙。7月，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了一本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它里面把中国共产党描述成为了一个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那这一下，香港的家长、教师和学生就受不了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个洗脑。8月，一个15岁的中学生，也就是黄之锋和几个同学组织了学民思潮。9月初反国教大游行，10万人聚集到金钟政府总部门口。9月8日，特区政府宣布撤回必修建议，国教科改为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设。这次抗争比2003年规模要小，但是它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2003年的主体是中产阶级，2012年主体居然是中学生了，是15岁、16岁、17岁的那些孩子。也就是说，1997年回归那一年，3岁的孩子们，彭定康1992年来香港时还没有出生那一代人，他们已经超过15岁了。他们第一次走上街头，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对北京推过来的教育内容。2012年这件事规模不大，但是他告诉北京，塑造下一代认同这条路会被新一代香港人视为入侵。北京从2012年又学到了什么呢？他们学到了意识形态正面输入会激起反弹，但同时北京也认定了，如果意识形态输入这条路被堵死，那剩下的工具就只有一种了，就是法律、制度和权力。这个逻辑会在2014年之后一条一条兑现。好，今天这第3集最终节目总时长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稍作休息。我是老茶，欢迎你关注摸石问河，让我们下半段节目接着聊。